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二个视频，我们来看一看美股的 NGD。同样，它也是咱们的粉丝约稿。从当前的月线走势来看啊，我是比较看好这一次 NGD 的它的中期反弹走势的，并且它的反弹向上的幅度还没有达成一个最低要求，因此中短线呀，这只美股我个人觉得还会再往上涨啊，这是一个结论。下来我们从波浪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看好这只美股。首先我们主要观察它2011年9月之后的一波走势，它之前走势啊那波上涨它其实已经走完了，在它之后呢，它是从相对的高位 14.15 美元一路跌到了2020年的3月，低点是 0.39， 跌幅也是非常的大。整体的下跌结构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五波推动结构，1、2、3、4、5，并且在最后这个第五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依然能清晰数出来一个51、52、53、54、55，这是波浪理论当中比较经典的走势啊，就是比较规则化的走势。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说过，经常在最后一波走势里面没有第五波了，就是前面走个1、2、3就结束了。这种情况目前从最近这十几年的市场行情来说的话，也是经常出现的。所以最后这个5里面可3可5，可3可5。那么当前整体的下跌走势它是已经在 0.39 全部结束了，那么必然会迎来波浪理论当中的 A、B、C 三波反弹。那下来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大致的一个反弹向上的一个目标位在哪里。首先当前最近的一个压力目标是在到上一次的这个4浪的反弹高点，大概是 6.05， 还有 0.32 的位置，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压力区域，压力目标区域这是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是在 0.5 的位置价格是 7.26 美元。从目前的走势来看距离第一个位置大致还有 1.2 到 1.6 美元的一个空间。那当然第二个位置的话空间会更大一些，将近3美金。那从目前走势来看，它还没有运行完毕。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次反弹它的一个结构。起手先出现了一个 A 浪，然后 A 浪结束之后向下走出了一个 B 浪，回撤的比较深，而且时间的跨度也非常的充分。B 浪，那从这个 B 它其实这一波它都是处在这个 C 浪当中，都是处于这个 C 浪当中。这是第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这个 C 浪比如会达到 0.382对吧？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法，保守的看法。那第二种看法呢，之前的 A、B、C 我们可以全部替换成 A1、A2、A3、A4、A5，等于说它向上走出来的这个 A 浪还没有完全运行完毕，大级别 A 走5波， B 再回撤3波，再向上有个5波，更大级别的它会走出一个535的锯齿形，这是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目前来说的话，两种预期同时存在。这里我把第二种预期也给大家画一下 A1、A2、A3、A4， 上方还有一个 A5、A。 等这个 A 走完，后期会再出现一个比较深的 B 走完向上还有一个更大级别的 C。 通过两种走势的划分，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说第二种黑色段的预期行情幅度更大，力度更强。第一种呢可能幅度比较小，而且它力度也不是特别高，可能到 0.32 附近它就开始转折往下，再次展开中期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了，而且会比较深。那么无论哪一种，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到达这个 5.64 到 6.05 这个区域之前整体还是比较乐观，还是要看涨的，对吧？也可以说在这个局部出现了一个同向。那从上述的划分我们就知道，当前对于后市还是看多为主。那下来我们再调整到更小周期，我们看一下这个 C 浪或者是这个 A3 浪它运行到哪一个阶段。首先我们看一下当前其实是运行在这波反弹走势当中的一个主升浪，而且这个主升浪的内部它应该是一个5波的形态，1、2、3、4、5，这一段咱们用紫色来表示。那再往前划分，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走势，这波
可能是 C1 之后运行了一个 C2， 当前是运行在 C35 当中啊，那也就是说这个 C3 快要结束了。等这个 C3 结束之后啊，近期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次阶段性的调整，而且这个调整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们参考 C2 的它的一个时间跨度，可以看到上次是运行了大概22周，那这次的调整应该也是基本上是这个时间跨度。等这个 C4 结束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操作最后一个波段的 C5、C4、C5。那它这个 C4 回撤，我们就要考虑它有几个点位，几个支撑在哪里 3.79 到 3.23， 这就是后期 C4 向下调整的一个支撑带支撑区域，或者说是两个支撑强一点弱一点的区别。等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才能操作这个 C5。 好，这里是它整体的一个向上反弹的次级别的波浪结构，我们再将时间调整回月线图。那通过刚才的划分，我们大致就清楚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位置，那也知道中途可能会迎来一次阶段性的调整。等这个阶段性的调整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再次从 3.79 或 3.23 往上看，将能看到 5.6 到6块这样的位置。所以从月线、周线我们两个级别的波浪结构形态划分，那我们就知道了后期这支票是有机会的，当然需要等需要周线级别的等。如果你前期在相对低位你是有底仓的，或者是已经进场的，那么我建议等这个 C35 走完之后比如它的高位出现一个相对高位，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顶分型或十字星，可以稍微减仓稍微减仓做做 T， 等后期回撤下来再把之前减掉仓位再补回来，做差价。因为整体这个 C4 它不管是幅度也好，还是时间跨度也好，都是比较长的。当然也说了，我们后期中长线还是比较看好这支票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自选股里，等待这个结构形态完整之后，我们操作最后一个 C5 浪的上涨。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主要研讨的品种范围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精益油。那当然，在你提出你的感兴趣品种之前，也可以先看看之前我们录制的视频，里面有没有你心仪的品种或者和你类似的品种。那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美股 NGD 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